截至目前，美国向乌克兰的军援超430亿美元，从早期的标枪海马斯到防空导弹 M1 坦克，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从去年12月开始，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共培训了超6万3千名乌克兰士兵。培训内容包括个人战术、小单位演习、集体战术配合、专业设备的操作与驾驶，以及战场领导力，还有冻结俄罗斯寡头资产、对莫斯科实施经济制裁等等。这些都是隐藏在大众背后的援助。总的来说，美国以及北约除了亲自出兵以外，能做的几乎都做了。但在火力军看来，美国还藏着一副好牌，这副牌甚至能结束掉这场战争。在俄乌战争开始不久后，美国国会曾公开讨论要不要向乌克兰实地派遣军事顾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今天火力军尝试着讲得简单一些。反攻进入第4个月后，乌克兰终于向北约交出了一份相对及格的答卷。在南部和东部多条战线上，乌军对俄军频发施压，并取得显著进展。8月，乌克兰解放 Rubebiny 村，突破南部第1个雷区。9月初，乌克兰军队开始攻击第2线。单说远程偷袭战术，像最近轰炸俄军黑海司令部、轰炸俄军机场、摧毁潜艇等等。近2个月来，乌军的成果更是有目共睹，这证明乌军对北约制式武器越来越熟练了，北约战术体系也开始在乌军发挥作用。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存在的问题也有很多，比如在哪种条件使用豹2更有效，在什么战况下应该使用海马斯，这就要根据战场的实时变化做出选择了。乌军在这方面明显存在很严重的经验不足，间接或直接导致了各类北约武器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这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只是在乌克兰境外的欧洲受训，新战术遇上乌克兰的旧地形，难免会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这个时候，成熟有效且实时的战术指导就颇为重要了。所以火力军认为，美国的最后一步棋就是在乌军指挥部以及其国防机构全面派驻军事顾问。这么做有几大好处：第一，接受顶级训练的乌克兰士兵会成倍增加，战斗力的提升是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由于时间紧迫，乌克兰需要大量的前线士兵，所以很难把大部分士兵派往国外接受训练。这种限制算是剥夺了士兵进行高品质深造的机会。从之前的战场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很多士兵都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诱因，比如本来通过护理训练就能治疗的简单失血，可乌军就是不会，结果可想而知。假如有顾问进入乌克兰，对乌军这一行为进行纠正和培训，那么士兵补给前线的速度会比现在要快得多。第二，针对持有北约武器的乌克兰士兵，军事顾问可以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抵御或者反攻战术，不仅能增加武器之间的协同，也能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对战场做出接近正确的事态评估。就类似于打牌，同样一手牌，打法不一样，或者换一个高手来打，胜负率是不一样的。上面这2点咱们稍后还会聊到，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最重要的2点。老实说，各国的军援都被乌克兰合理利用了吗？肯定不是。在战争开始前，贪污腐败现象在乌克兰并不新鲜。如今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军援，本来就有漏洞的乌克兰官员体系难免会从中得利。乌军或者官员对这些援助的滥用、弃用，甚至是贪污倒卖现象肯定存在。这并不是在说乌克兰不好，发战争财的人在地球的任何一块大陆上都找得到。重点是军援被倒卖或者浪费的现象，可惜的并不是物资本身。要知道，真实的武器消耗数据非常有利于美国以及北约援助政策的制定者及时调整援助方案。可一旦这些数据存在水分，首先会出现问题的就是援助国的战事评估和援助策略出现偏差。明明战场更需要导弹，结果却援助了火炮；更需要制空，却援助了坦克。多余的武器被军官倒卖后充当正常损耗，这种现象对于乌克兰来说非常不利。
对援助国来说也不公平。那么这个时候的军事顾问就相当于一名潜在的监督者，不仅能让援助物资尽可能得到合理的使用，也能让援助国得到一份真实的武器消耗数据。我们接着来看第4点，在美国国内一直都有官员担心，美国如果向乌克兰派遣顾问，可能会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加剧，甚至把美国拉下水。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把军队直接部署到了乌克兰前线，那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派遣非战斗顾问的方式是把军事顾问安置在乌克兰境内的战场之外，美国的作战部队是可以远离这场战争的。美国拥有完整的顾问组织，比如陆军安全部队援助旅、特种部队和国防部顾问计划，这些力量都是致力于为其他国家提供指导的。美军可以以3种不同的身份加入乌克兰。第一，战术级顾问，这个身份可以指导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和武装部队，了解基本的士兵技能，接受集体训练，以及在前线后方的初级领导能力，也就是咱们开始说的提升战斗力。第2种身份呢，偏向于业务方面，它可以嵌入乌克兰总参谋部，负责战术的制定与执行。直白点讲，其实就是替代参谋长的位置，从持续的冲突中总结出有效的战略战术，并配合和监督乌军将领执行。最后一种类型是战略级顾问，它可以直接与乌克兰政府合作，衔接华盛顿以及北约甚至是欧盟各国，除了军援上的对接，还可以支持乌克兰的国防改革，进一步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铺平道路。北约不可能接受一个容易滋生腐败的体系国，建立一个透明且负责任的国防装备采购体系，对于乌克兰来说是未来加入北约的必要前提。美国政治学家波斯特在2020年进行过一项研究，研究的内容是2004年的北约东扩。当时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和波罗的海。保罗经过研究发现，在加入北约和欧盟之前，这些国家都通过新建或者改革实现了民主制度，且都有相对透明和先进的管理体系。所以如果乌克兰想要顺利地加入北约，一定需要为改革提供外部推动力的美国顾问。从以上几点来看，向乌克兰派遣军事顾问，效果是目前其他援助手段不能比的，而且风险也不高。有人可能会说，就算风险低，不还是有风险吗？确实，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本土派遣顾问，这些人也将成为俄罗斯新的攻击目标，而且俄罗斯很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比如攻击一个北约成员国，将战争扩大。火力军觉得这个担忧可能有些多余，因为现在的俄罗斯并没有升级常规战争的能力。另外也有证据表明，莫斯科不会动用其核武，因为派遣军事顾问几乎是各国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了。这事儿俄罗斯也没少干。冷战初期，大约有6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驻扎在驻韩美军的对面，而且经常和美国飞行员展开混战。这些行为从来没有升级，更没有演变为核武冲突。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18年，美国士兵在叙利亚的一次交战中杀死了数百名叙利亚军人，结果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俄罗斯士兵。这次同样也没有引起两国的战事升级。从2015年到2022年，美国、德国、英国一直都军事顾问驻扎在乌克兰。在那个时期，美国顾问帮助乌克兰在亚沃里夫建立了训练中心，创建了乌克兰特种部队，并向国防部提供指导，直到2022年2月，他们才全部撤出，期间过的一直都是太平日子。所以火力军分析，只要美国军事顾问不扛着枪打到前线，顶着俄罗斯人的脑门说我是美国人，那么俄罗斯最多也就是口头上的抗议与谴责，不会有任何实际行动。有人可能会说，把俄军说得太怂，有轻视俄军的嫌疑。在这儿呢，火力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几天我们有一期节目讲的是乌军的偷击战术，其中说到俄军的 A 点被偷，它只会加固 A 点的防御， B、C、D 点的防御并不会因此而增加。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但这就是一个事实。果然，就在那期节目发出去没几天，俄军的黑海司令部又被炸了，完全应验了那期节目的分析。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在这儿，火力军想说的是，美军向乌克兰部署军事顾问，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力，更不会有战事升级，这是基于俄军风格的准确判断。话说回来，美国的军事顾问团有没有可能出现人员伤亡呢？这个谁也不能保证，但就算有伤亡，数量也会极少。原因如下：首先，基辅并没有试图将美国直接卷入冲突。从目前来看，泽连斯基更想要的是军援，他要靠自己赢得这场战争，拿到加入北约的入场券。所以，美国顾问不需要像阿富汗一样，什么事儿都得亲力亲为。阿富汗是一个宗教国家，美军当时算是介入了一个国内冲突，但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面对的是外敌，也没有打内战，而且比阿富汗的国内环境要简单，不属于宗教类国家，且士兵的战斗意志普遍较高，所以军事顾问的介入只会增强战场效能，并不会像阿富汗一样时常局面失控，那自然也就不存在后方人员的伤亡了。除非是定点清除，但考虑到美军的情报系统，所以这一可能性几乎为零。另外，对于如何部署顾问才能避免战争升级，美国可以遵循很多历史模板，比如帮助菲律宾军队镇压胡克巴拉哈普叛乱，帮助希腊军队赢得内战，上面2次冲突，美国都提供了关键顾问援助。和这些政府相比乌克兰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合作伙伴。目前，乌克兰仍然由一个被民众广泛支持的合法政府所领导，军队也有大批民众的支持，所以此前的美国才愿意用提供武器弹药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民众。这是人道主义的一面。如果从利益角度来看呢，美国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乌克兰是抵御俄罗斯在欧洲扩张的重要桥头堡，如果基辅失败了，整个欧洲的稳定或许将不复存在。自2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都在极力维持欧洲的稳定，以保证其在欧洲无论是军备还是贸易的领导地位。尤其是考虑到成本，美国陆军协会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安全部队援助旅，也就是军事顾问单营特遣部队的部署成本约为1200万美元。相比之下，仅一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和一辆布拉德利战车的成本就接近1500万美元，怎么算都是军事顾问划算。无论怎么说，俄乌开战19个月后，美国将全面向乌克兰派遣军事顾问，是帮助乌克兰获胜的最佳方式，也是华盛顿此前做出的承诺。无论是基辅还是乌克兰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确实也值得美国再赌上一把，帮助他们终结这场战争。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些，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